这张50磅纸币上的泥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知识民主化宣言，它让平民开始写信，让商人开始记账，让法律不再是祭司口中的秘密，而是刻在石头上的共识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它的购买力，而是它正面印着的这些宝贝乌加里特泥板。我手里的这张纸币，如果按现在的汇率计算，它的价值已接近于0，但在收藏家眼里，它承载的信息却重得惊人。1928年，一个普通的清晨，叙利亚北部拉塔基亚的一个农民马哈茂德扎尔正牵着牛耕作，突然砰的一声，犁头撞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。马哈茂德蹲下一看，是一块巨大的石板。他费劲地撬开石板，下面竟然是一个通往地底的墓穴。在当时的叙利亚，人们普遍相信古墓里藏着金子。马哈茂德以为自己发财了，但他没想到他挖出的不是黄金，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代码。这吸引了当时的法国考古学家克劳德·谢弗的关注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克劳德·谢弗带领考古队从那片地里挖出了数以千计的泥板，其中最不起眼的就是纸币上印着的这一块，它只有手掌那么大，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像鸡爪一样的痕迹。这些泥板出土的时候，没有人能读懂它们。当时的考古界正面临一个死局，大家习惯了古埃及那种像画画一样的象形文字，或者是美索不达米亚那种复杂的由几百个符号组成的楔形文字。直到1930年，两个语言天才，德国的汉斯·鲍尔、法国的查尔斯·维罗罗，以及破译密码的专家爱德华·多尔姆，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：这些文字符号的出现频率极高，而且总共只有30种。这根本不是什么象形文字，也不是楔形文字，它是简单的字母。乌加里特泥板记录了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字母系统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把复杂的语言拆解成最基本的发音单元。它是后来腓尼基字母、希腊字母以及现代拉丁字母系统的先驱。3400年前，中国正值商王武丁盛世，而在遥远的地中海东岸，有一座名叫乌加里特的城市，也正处于它的巅峰时期。这里汇集了塞浦路斯的矿铜、埃及的黄金，还有黎巴嫩的雪松木。这里的人不仅有钱，更有智慧。他们厌倦了为记一笔账就要学习几十年的复杂文字，于是他们发明了字母，把知识从原来的祭司手中夺了过来，交给了商人和普通人。200年后，神秘的海上民族席卷了地中海，乌加里特城在烈火中被夷为平地，整座城市的财富被洗劫一空。唯独这些泥板因为经过大火的烘烤，反而变得像陶瓷一样坚硬，在地底下默默等待了3000年。纸币背景中这些若隐若暗的图案源自于圆筒印章的拓片，那是当时的防伪印章，用于封印贸易契约。手持繁密枝条花簇的人物象征着文明的繁荣和祭祀的延续。3000年前的信用印记成了3000年后纸币的防伪底纹。而纸币两侧的马赛克图案也不是简单的装饰，它的灵感来源于叙利亚著名的木质镶嵌工艺。工匠们利用胡桃木、玫瑰木、母贝拼贴出极其复杂的几何图案，这些图案在叙利亚语境中象征着次序与融合。回到3400年前，乌加里特的南边住着一群极其精明的商人——腓尼基人。他们不生产粮食，也不生产黄金，他们只生产一样东西——效率。腓尼基人看着乌加里特的那套字母系统，眼睛都要亮了。他们心想，这东西好啊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古埃及文字，整天都在画鸟和蛇？于是腓尼基人开始使用乌加里特字母系统，并最终把30个字母再次精简到了22个。随着腓尼基人的商船穿梭在地中海的每一个港口，这套字母就像一套文明的操作系统，被安装到了希腊、意大利，甚至是北非的迦太基。希腊人接手后觉得这套字母系统还不够完善，因为它只有辅音。希腊人一拍大腿，加上了元音。至此，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表达工具诞生了。如果没有这张叙利亚50磅纸币上印着的这些泥板作为源代码，今天我们看到的英文、法文、俄文，甚至是你电脑上键盘的每一个按键，都可能要换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去运作。更具意义的是，在乌加里特字母诞生之前，知识是昂贵的防御体系。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，能够读写文字的人不到总人口的1%，那是一个神权政治时代。祭司和书吏垄断了文字，也就垄断了通往神灵和权力的唯一通道。
但乌加里特字母的出现直接把这堵高墙给拆了。当你只需要记住30个字母就能写出所有语言时，文字就不再是神谕，而是工具。这张50磅纸币上的泥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知识民主化宣言，它让平民开始写信，让商人开始记账，让法律不再是祭司口中的秘密，而是刻在石头上的共识。当你站在大马士革的心脏乌麦亚广场时，你会被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位感包围。左手边是叙利亚电视台的塔楼，右手边是喜来登酒店，而正前方的那座棱角分明，像是一座土黄色碉堡的建筑，就是纸币背面的主角阿萨德国家图书馆。这座图书馆落成于1984年，在建筑美学上，它属于典型的粗野主义。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？在叙利亚人的逻辑里，图书馆不是用来走秀的网红打卡点，它是一座文化的防空洞。那厚重的石材外墙和极小的窗户设计，在盛夏可以抵御荒漠的滚滚热浪，而在动荡年代，它象征着一种不可撼动的次序。2011年，受阿拉伯之春影响，叙利亚内战爆发，大马士革也并非一片净土，炮弹有时会落在广场附近，电力供应断断续续。当人们在为面包和燃料发愁时，有一群人正守在图书馆的地库里。这里不仅有现代藏书，还存放着超过15000份极其珍贵的古代手稿。当时的官员们将最核心的文献密封在这座建筑的最深处。这些守书人很清楚，如果房子塌了可以重建，但如果这些记录了叙利亚几千年智慧的书籍烧没了，这个民族的根就彻底断了。所以这张50磅背面印着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，更是文明传承的象征。他就是哈菲兹·阿萨德。这位前总统坐在一把椅子上，神态平和。心理学上，站姿代表着征服和扩张，而坐姿则代表着治愈和管理。将领袖的坐像安置在图书馆前，估计传递的潜台词是：武力只能赢得战争，但唯有知识能治理国家。但是在今天的视角下，这种崇尚知识的官方叙事与这张纸币基本为零的购买力之间，形成了一种极其荒诞却又极其伟大的张力。由于叙利亚镑贬值严重，这张50磅现在大多流向了叙利亚最基层、最贫困的边缘地带。对于那些在战火余生中挣扎的普通人来说，这可能是他们唯一能接触到的印刷精美的艺术品。叙利亚政府并没有因为50磅不值钱就随便印一张等价券，相反的，他们把最引以为傲的国家图书馆和文明源头印在了这张纸币上，就像是在对每一个卑微生活的人来说，虽然你兜里只剩下50磅，但你依然是一个拥有4000年文明底蕴的叙利亚人。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，在半个世纪之前，叙利亚镑可是地中海东岸最坚挺的货币之一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叙利亚属于法国委任统治时期，当时使用的是叙利亚黎巴嫩镑，它上面印着精美的法文和阿拉伯文，那是叙利亚最后一段与欧洲金融体系深度挂钩的时光。1947年，叙利亚正式发行了属于自己的独立货币。那时候叙利亚底气十足，大马士革被誉为中东的瑞士。那时候的叙利亚镑不仅能自由兑换黄金，而且在国际贸易中极具信用，$1只能兑换到个位数的叙利亚镑。那时候的50磅是一张足以让一个家庭在高级餐厅里体面吃上一顿大餐的巨款。2011年之前，$1大约可以兑换47叙利亚镑，而2011年之后，随着战火的蔓延，西方国家的制裁如期而至。2020年生效的凯撒法案更像一道无形的金融绞索，锁死了叙利亚与外界的所有贸易通道。2025年，叙利亚汇率已经到了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地步，$1大约可以兑换到13000至15000叙利亚镑。这张50磅的购买力在漫长的通胀风暴中被稀释到了几乎为零的程度。那么既然这张50磅已经贬值到买不起一张纸的地步，为什么还要印它？这张纸币用的特种纸张、变色油墨、防伪金属线，对叙利亚来说大多需要进口。它的印刷成本极有可能已经超过了面值本身。其实它的存在肩负着2个非常重要的功能。第一个，金融心理防线功能。在经济学中，一旦一个国家停止印制小面额纸币，就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布，我们的通胀失控了，我们将彻底放弃法币的尊严。只要这张50磅还在印，政府就在传递一个信号，我们的货币体系还没有崩塌，我们的国家主权还在。第二功能是找零的刚需功能。虽然50磅买不了什么，但在日常交易中，它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。
如果缺少了50磅这种零钱，物价就会被迫以100磅或200磅为单位向上跳跃，这会进一步加剧老百姓的生存压力。有人开玩笑说，现在的叙利亚50磅纸币最大的用途可能是被拿来当作便签纸，或者叠成手工艺品。但在大马士革的老巴扎里，阳光穿过布满弹孔的顶棚，洒在那些古老的香料堆上，在旁边的叙利亚老人的口袋里，你可能会发现一大叠发皱的被皮筋扎得紧紧的50磅纸币。即便它贬值了，即便它破旧了，叙利亚人依然在用它，因为只要这种货币还在流通，大马士革的集市就不会变成荒原，邻里之间的温情就不会被原始的物交换所取代。在这里，交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交换，而是一种生存的默契。这些50磅是维持城市微弱心跳的最后一根血管。相反的，在国际钱币收藏市场上，这张2021年版的叙利亚50磅往往能卖出远超其面值汇率的价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收藏家们买的不是一张纸币，而是一份历史的绝版标本。3000年前的乌加里特尼版只是随处可见的书写练习版，但经历了战争、掩埋和大火的洗礼，它却成了无价之宝。这张50磅也是一样，它在通胀的烈火中被焚烧，在制裁的寒冬里被冻结。它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证物。若干年后，当人们回望21世纪20年代的地中海东岸，这张印着最古老字母和国家图书馆的50磅就是最好的历史切片。2024年12月，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倒台，巴萨尔流亡俄罗斯，叙利亚进入过渡时期。2025年12月28日，叙利亚央行宣布发行新叙利亚镑，1新叙利亚镑兑换100旧叙利亚镑，货币替换流程于2026年1月1日启动。我是杜甫的武成，在这里我们用钱币丈量文明，用历史致敬未来。我们下期见。